虽然美国政府试图透过加严的一个方式来防堵中国的一个企业透过海外的一个子公司来取得先进 AI 的一个晶片，但在实务上确实也是比较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防堵漏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在于在全球的供应链它的复杂程度以及跨国网络的一个匿名性。这个使得在穿透性的一个审查比较是难以来落实。中资背景的一个海外的子公司或者是空壳公司，通常都能够在多国的一个国家当中，轻易的去隐匿它的实际上的一个受益人，而且透过多层的第三方的一个转运，或者是在云端去租赁服务来间接取得 AI 的一个算力。所以这种跨境的一个执法跟终端客户身份实际上的一个追踪它的一个技术的盲点，都可能会导致美方的一个出口管制往往只是流于在这个防御的部分，真正比较难以做到真正的一个滴水不漏。由于台湾掌握了全球绝大多数的高阶 AI 晶片以及在 AI 伺服器的一个组装，所以美国也一直关切台湾是否能够扮演好闸口管理者的一个角色，所以也希望台湾政府能够透过立法的一个手段，将晶片的走私能够路形化。这个部分呢，当然会扩大管制的范围到所有的中国的一个客户，等于在法律的一个层面会是补齐过去比较轻微的伪造文书罪的一个起诉的一个漏洞。这个部分呢，可以向国际的一个社会来展示台湾保护在这个智慧财产权跟国家安全的一个决心。另一方面也更能够确保台积电等这些核心的半导体的企业能够持续获得美国最先进的一些设备跟技术上的一个授权，也维持在台湾呢在全球的高阶制程上它的一个领导地位。而虽然台积电的这些一线大厂，其实在先前早就已经是严格的执行美国的这个出口管制令，对中国的目前直接营收的一个依赖程度也都已经大幅的降低。况且在目前高阶的一个 AI 晶片，早就跟这个辉达同步，都是符合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的限制。但如果台湾呢，全面的配合美方，完全的去防堵中国的 AI 的晶片的客户，其实还是会对台湾部分的一些成熟制程，还有中小型的一些晶片业者，乃至于一些半导体的通路商，造成业务上的一些影响。更何况在这个部分管制的一个加严的一个状况，管制的一个触角也有可能单纯的从晶片延伸到比较后段的一个伺服器、整机或者是边缘运算的一些设备。所以整体来说，在这个合规的审查的成本其实就会上升，也意味台湾未来的企业也必须要花更多的人力，还有在时间要去厘清最终客户的真实身份，来避免相关刑罚，也会面对到比较繁琐的行政流程跟法律上的一个风险。所以整体来说，台湾政府呢，未来如果推动这一项的一个新的管制，本质上其实会是比较是牺牲部分的中国的市场的弹性，跟短期的合规成本的上升，来换取跟台美之间战略性的互信，以及在高科技供应链长期的一个安全。所以也显示了这项的一个消息其实是地缘政治之下生存的一个抉择。台湾半导体也必须要从过去比较商业的一个逻辑，加速转型为是要更具有韧性，而且更强调在地缘政治上是合规的一个国际科技阵营。